快看！爸爸妈妈是24年的春天搬到这个小院的，在春夏秋天比较宜人的季节，每个月来这边可以住半个月，回城里待个几天再回来。我们是租赁，是20年的租约。会有人质疑说，为什么要花钱买一种生活？他没有换来一个具体的资产。对于我父母而言，他们觉得在生活的质量上是赚了。父母退休的节点，我妈妈非常喜欢种菜，我爸爸可能也是爱人。城里的楼房不能够满足他们这些野趣啊。院子是在一个像是山凹一样的地方，距离我们城里的家开车就1个半小时。总面积是390平，每年大约2万左右，造价大概70万。场地原先被弃用了很久，长满了杂草。选中这个院子，就是因为这棵将近40米的春树，一种冲向天空的力量和向往吧。让入院门折一个30度角，推开门做了多层 layers 的这种规划，长长的花池，长长的长屋，长长的窗框，一种观赏的乐趣。这可能是一种传统园林的当代的方案。花池里面大概有10几种不同的花草，菜园里有30多种不同的菜，常吃的瓜果、叶菜，常用的香草类，基本上实现了蔬菜自由。比如说下雨了，光看这些植物和菜被雨浇透的那个场景是特别幸福的。老屋是一个漏气的气球，要尽可能保障它的气密性。换了新的传条，金属立体屋面，窗框沿廊，沿廊很有效地减少在白天的时候进到正房里面的阳光量。这个房子里面没有任何的空调和供暖系统，到了夏天晚上山里面可能大概在22到24度，2个卧室基本上都是不需要风扇。室内3开间，主卧、客卧、茶室。这些木垛非常弯曲的，甚至有点古怪，山里面的人就地取材的一种智慧吧。涂层都打掉，让整个木结构都暴露出来。西侧是一个全新的钢结构的厨房，灶台和柜面的尺寸都是根据我妈妈的身高去设计。来到这边的第一大冲击就是蚊虫其实特别的多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丰富的声音，雨声、蝉鸣、鸡叫，还有早上起来卖豆腐的人他的吆喝声。包裹你的很多刺激就消失了，没有办法去点外卖啊，快递都要去镇子上去取，尽可能回到实体的生活当中。放下手机去摘菜，去浇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可以恢复很多我们与生俱来的平静。从镇到镇有一段山路，早上出门会比较凉爽，我就去跑步，爸爸在后面走路，妈妈会跟车。跑步的路上就能看到养蜂人，山里面的空气要舒服和清新很多。镇子里面有市集，每个农历逢5、逢10有很多的铺子卖菜、小吃啊。春天的时候卖种子的会多一些，很活跃，很有烟火气。我是在美国读的建筑学硕士，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。一开始吵得非常严重，跟爸爸如果吵架的时候，我就会开玩笑，你可以不相信你女儿，但是你要相信你交的学费。我父母对于养老、子女照顾的需求是不那么焦虑的，并没有施加很多的压力给我。目前对于养老的规划就是在不同的季节辗转中国各地，冬天可以南下。早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来得及赶回院子，就会拜托邻居阿姨来浇水啊，他们给我们送一些紫苏啊、桃子啊，我们给他送一些旧衣物啊。院子里的生活也不能称得上是一种完美，我们在其中能够
自然的游走，是因为仍然可以回到城里的那个家，所以才会比较的舒适和自在。这是一种 privilege， 我们是抱有一种比较感激和知足的心态。